那么今天上午的第二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富时 A50 指数。那么之前一直给大家说过，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因为聊国内股市的话，有可能会涉嫌违规，所以咱们之前并没有给咱们的朋友或者粉丝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方面去了解后期中国股市的一个整体走向。因为富时 A50 指数和国内股市的关联性和密切性是非常高的。那下来我们步入正题，来看一看这个富时 A50 指数后期的整体走向。这个指数其实上市的时间并不长，它是从2004年至今大概是21年的一个时间里头。在这21年的时间里面，它整体的走向，它是运行了，先走出了一波非常快速的拉升从这个相对的低点是在3470涨到了高点是23588，之后又用了很短的时间，从高位出现了单边下跌单边下跌，低点是出现在5734。那从当前的走势，我们暂时可以定义为起手的这一轮上涨，暂时看它是一个 A 浪或者是一浪 A 或者一浪，之后的这一次调整下跌，我们暂时看它是一个 B 浪或者是二浪。那么从这个相对的低位5734开始，我们就是看它向上发展的一个 C 浪向上发展的一个 C 浪。但是从5734我们可以看到，它从08年的10月份一直涨到了这个21年的2月份的高点是20547。在这一次的上涨当中的话，它是走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引导楔形，1、2、3、4、5，大规模的引导楔形代表着之前的行情出现了反转甚至于预示着它是一个牛市初期应该常见的一个形态。那说明什么问题？这里有可能是一个 C1 C1 或者是三浪一。那既然这个 C1 或三浪一运行完毕，那后期必然会面临一个所谓的调整。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测算一下这个 C1 或三浪一它所提供的下方支撑是在哪里。那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到前一次的从20547开始的向下调整，它最低是处在了黄金分割 0.618 到 0.764 的这个区域。那么从幅度上来说的话，它是已经满足了这个回撤的这个幅度。那下来我们继续，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区域11390到9230这是当前比较关键的一个支撑区域。那么我们再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一下，这一次出现 C 浪一它的用时，可以看到整体用时用了148个月148个月，大致是13年的一个时间。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这个高点20547到这个低点第一次调整低点来看的话，它只是用时用了35个月，那明显是稍微欠缺一些。那说明目前什么？当前从20547再向下运行的这个调整结构首先我们先定义它是 C2 或者是三浪二，有可能这个调整浪它并没有走完甚至于可能从这个位置下跌到这个位置，它只是运行了这其中的一个子浪 A， 目前是处在这个子浪 B 当中，后期可能还会有一个子浪 C， 届时才能完成这个 C 浪二或者三浪二，然后才能展开超级牛市上涨的 C3 或者是三浪三。当然以上咱们是用月线来看，所以所需要的时间会非常长。但是至少我们知道了，当前是处于一个阶段性牛市的初期，所以在当前的这个位置我们不应该恐慌。因为第一波的回撤，刚才我们所说了，它回撤调整的这个低点，我们暂时把它定义为子浪 A， 向上的这个反弹我们定义为它是一个子浪 B。
那么后期可能还会向下出现一个子浪 C。那同时我们再通过当前的这个月线图看一下子浪 A 向下的运行，它出现了1、2、3、4、5、6、7、8、9波。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如果把当中的局部合并的话，这个子浪 A 运行了一个5浪推动的形态。那通过这里我们就得出了后期这个大规模的黑色段的调整形态极有可能会走出一个535的锯齿形，这是一个首选，这也是当前我们最为乐观的一种形态最为乐观的一种形态。那通过以上的形态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处于月线级别的这个 C 浪2或3浪2的调整期，再次细分是处于中期的子浪 B 的这个反弹阶段子浪 B 的反弹阶段。下来我们调整时间到这个周线图，看一下此次反弹向上的一个目标压制在哪里。通过黄金分割，我们看到了前期的第一次反弹这个要再次细分，那就是所谓的子浪 B 当中的第一波然后有一波回撤，然后再次向上再次向上，整体3波形态完成之后，它会构筑这个子浪 B 的全部反弹结构，这是当前也是比较乐观。然后我们向上看3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一个看法。那后期整体向上的目标位可以看到 0.618 到 0.764 这个区域，大致是位于16770到18210。那通过上述的结构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此处向上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至少还有一个将近3000点3000点到4500点的这样一个上涨幅度。所以这个富时 A 中国 A50 指数整体走势我后期是偏多的一个看法。那当然短期走势它可能会在此处再次出现小级别的一个变数A B C 然后再上也有可能，或者说是直接上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所以当前通过周线图的划分，那么我们知道了阶段性的走势它向上还有空间。所以反过来说，国内股市的话，整体走势的话，我们应该尤其是指数类的，我们更应该看好这一波整体向上的运行的一个结构或者是节奏。那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子浪 B 当中第一波走势它所用时，第一次走势大概是用时用了37周37周。那第二次走势的话，截止到目前它才用了10周时间，那大概还有27周，27周算下来的话，大概是7个月吧，也就是半年到7个月的时间。所以在这半年到7个月的时间里面，至少对子浪 B 的第二波反弹上行这个走势，我们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乐观的。剩下的就是我们要精选个股。最近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金融类的股票首先是提前启动了。其实在每轮牛市的初期都是这个金融类的先动，到一定阶段之后呢，它选择沉寂下去，然后剩下的就开始题材要出现了。最后可能最后一个阶段然后又轮到所谓的什么一般的股票或者是垃圾股票。等这些走完以后，我们会发现金融又开始动一次了。那这个时候大概率是这一波行情的轮动，或者说这一波阶段性的牛市将要结束了。好，以上就是今天上午咱们关于这个富时 A50 指数的整体走势结构看法。那么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保持相对乐观的一个态度看待富时 A50， 同时也看待国内近期的一个走势。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